and it was my mistake, and I'm sorry. I started Facebook, I run it, and I'm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s here. 你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位是马克·祖克柏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在这段影片录制的时候，他正深陷许多麻烦。他被美国政府当局传唤，要他就最近的一桩丑闻进行作证，并回答非常严重的问题。数百万用户的数据外泄，一家公司利用这些数据来操纵总统大选，最终让唐纳·川普 Donald Trump 赢得了第一个任期。他试图为自己辩护，但一位参议员提出了一个让他无路可退的问题。参议员问他 Mr. Zuckerberg,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sharing with us the name of the hotel you stayed in last night? 马克别无选择，只能回答说 No. 这让隐私权界限的问题昭然若揭。此外，在这场听证会以及许多其他影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马克行为举止相当奇怪，几乎就像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表达情感或做手势，这也引发了许多对他出身的怀疑。大家好，我是阿水，我们现在翻开传奇书签第2页，马克·祖克柏。今天我阿水将向你解释为什么马克会这样行事，为什么你偶尔会觉得你的手机在窃听你，以及 Facebook 和剑桥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是如何在数个月内操纵数百万美国人，直到他们投下他们想扶上台的候选人一票。当然，对于优秀的马克来说，事情的开头并非如此恶毒，而是逐渐演变的。幸运的是，他在一个美好的家庭中成长，他的父母都是成功的专业人士。他的母亲凯伦 Karen 在布鲁克林大学学习精神病学，父亲爱德华 Edward 则是一名牙医。此外，马克还有3个姐妹。他的父母知道电脑将是未来的重要工具，所以他们确保每个孩子从小都拥有一台电脑。他们认为这样孩子们在未来找工作时将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然而，马克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对理解和使用电脑表现出极度的天赋，他简直就是一个神童，而电脑最终成为了他的热情所在。我们回想一下，在80年代，电脑比现在昂贵得多，但马克的父母还是能让每个孩子拥有一台，最便宜的也要大约2500美元。马克对技术和程式设计变得非常着迷，他花了数天甚至数个月的时间，全心投入到自己出于兴趣而进行的专案中。目前他最雄心勃勃的专案是和他姐妹们一起玩的游戏或动画，但这些很快就会变得更有抱负。多亏了他的天赋以及马克父亲的这些策略，他的诊所开始雇佣更多的员工，这给了年轻的马克一个灵感。11岁时，他决定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创建 SockNet， 这是一个允许牙医及时共享资讯，以及让他的家人在家中与他父亲联系的程式，因为诊所与他们的家是相连的。换句话说，在美国线上 AOL 的 AIM 等程式普及即时讯息概念之前，马克就发明了一种即时讯息传递的方式，而且当时许多孩子还在学习理解十进位除法。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他们有能力，马克的父母将他送到国内最负盛名的预科学校之一——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 （Phillips Exeter Academy）。在那里，马克学习了法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古希腊语，赢得了科学和古典文学奖项，并成为击剑队队长。在那里，他也结识了另一位小天才亚当·德安杰罗 （Adam DeAngelo）。他们在毕业前合作完成了一个名为 Synapse 的期末专案，这是一个音乐播放器，能学习你的品味，并为你省去整理播放清单的麻烦。学校非常喜欢这个专案，马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影片就是他透过电子邮件得知自己被录取的确切时刻。Yay. What? I got accepted. Are you serious? Yeah. All right! Yes! 那时，微软 Microsoft 联系了马克，提出以100万美元收购 Synapse 的报价，但交易条件包括与他们工作数年，这意味着要推迟他进入哈佛的时间。
因此，马克拒绝了这项提议，转而决定与他的朋友一起将这个软体免费发布到整个网际网路。2002年秋天，他进入哈佛大学，这个地方的学生比起找到工作，更有能力发明一份工作。在那里，他选择了心理学和电脑科学作为专业，这两种学科的结合将赋予他程式设计以及理解人类行为的能力，这对于他即将创建的社群网络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哈佛，马克结识了爱德华多·萨维林 （Eduardo Saverin）， 一位聪明的商学院学生，也是一位富有的巴西企业家的儿子。他是那种穿着西装去上课的哈佛学生，他的圣经是富爸爸穷爸爸，他寻找任何可以做一笔好生意的机会。在他哈佛2年级开始时，马克注意到许多人选择课程是基于是否有朋友或心仪的对象也在同一门课上，这导致名额开放时出现混乱，走廊里挤满了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查看课程列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创建了 Course Match， 一个可以及时显示每门课程有多少学生注册的网站。电影社群网站 The Social Network 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偶然的百万富翁 The Accidental Billionaires 一书的启发。该书是从爱德华多·萨维林的视角或偏见讲述 Facebook 的创立故事，这很重要，因为马克和爱德华多的关系最终彻底破裂。我们看到马克在一次约会中与一位女孩在一起，这将是改变世界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重要的是，在约会中，他和女孩开始争论，争吵升级到女孩宁愿离开咖啡馆，留下马克一个人。无事可做的马克跑遍整个校园，回到他的房间，拿出笔电，打开一瓶啤酒，并在他当时已有的网络日志网站 Live Journal 上痛苦地写下他对约会对象的看法。这有点像社群网络的最初版本。喝醉后，马克开始查看哈佛不同宿舍的照片名册或英文的 Facebook， 同时在他的部落格上继续写道，大多数这些照片看起来都很糟糕。就在这时，马克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开玩笑地开始创建一个网站，用于比较不同女孩的照片，让大家可以投票选出谁更具吸引力。问题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未经许可地从这些学校 Photobook 中获取所有他能找到的照片。这有点危险，因为学校可能会发现是他做的并将他开除，但他还是继续下去了。马克拿着酒瓶访问了每个宿舍的网页，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世界上最负盛名大学的网络安全。当时他的2位室友达斯汀 Dustin 和克里斯 Chris 都在场。爱德华多·萨维林在看到马克关于争吵女孩的第一篇贴文后前来拜访，他以为他的朋友需要帮助。是的，马克是需要帮助，但不是情感上的支持，而是需要爱德华多很久以前写的异形程式码，用于根据骑手的技能进行排名，但他想修改它，用来对被投票认为具有相似吸引力的女孩照片进行排名。有了这个，马克完成了他的网站，并将其命名为 facemash.com。接下来，马克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分享给了几个人，然后这些人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但事情很快就失控了。这个网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在整个大学成员之间传播。有些人笑，有些女孩感到愤怒，但没有人能停止投票和与页面互动。在那个夜晚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这个页面在哈佛网络上病毒式传播，最终导致伺服器崩溃，这让马克和他的朋友感到震惊。显然，哈佛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对刚刚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更不用说那些因侵犯隐私而提出投诉的各种女性学生组织了。在相关听证会上，马克对给他的女同学造成的愤怒表示歉意，但他大胆地要求获得认可，因为他认为自己通过暴露网络安全漏洞，为学校做了一件好事。在后来的采访中，他透露当时他确信自己会被开除，以至于他母亲亲自来帮他收拾东西。
由于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开始变得更加无拘无束，并与更多女孩交谈。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普利希拉·陈。回到故事，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杰出的学生，他可能在 FaceMash 事件后就被开除了，但马克只是收到警告后被送回课堂。由于这个恶作剧，马克认识了另外3位校园里的重要学生迪维亚，以及一对双胞胎卡梅隆 Cameron 和泰勒温克尔沃斯 Tyler Winklevoss。迪维亚萌生了在哈佛建立社群网络的想法，他认为这个能让网络崩溃的醉汉，可能就是帮助他们城市设计社群网络的合适人选。温克尔沃斯兄弟来自一个富裕且涉足商界的家庭。兄弟俩在走廊上拦截了马克，邀请他在一个更私密的地方聊天。在那里，他们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们想建立一个专属于哈佛学生的社群网络，名为 Harvard Connection， 而这种独特性将使其与 MySpace 或 Friendster 等现有社群网络区分开来。马克接受了这项提议，尽管他私下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计划。他告诉这3位伙伴，他只需要1夜就能完成社群网络的城市设计，让他们相信他们选对了人。然后他开始工作，但不是为他们工作，而是为他自己。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无视这3位伙伴。马克回避了他们的电话，通过电子邮件拖延时间，并以哈佛繁重的学业为借口。尽管他在私人讯息中告诉朋友，他打算自己建立这个社群网络，只是会有更好的点子和不同的方向。这个社群网络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 Facebook， 显然是受到了启发他创建 FaceMash 的学校 Facebook 名册的启发。马克成功注册了 The Facebook 这个名字，爱德华多·萨维林给了他$1000，换取公司30%的股份和财务长的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对这个想法越来越着迷，它占据了他的大脑。作为回报，他要求的是坚不可摧的专注和榨钱他身体的每一滴能量。结果就是这个网站几乎在几周内就准备好了，但还缺了点东西。问题是马克不知道缺了什么。有一天，马克的室友达斯汀问马克关于一个上他课的女孩，具体来说是想知道她是否有男朋友或者是否单身。半睡半醒的马克准备讽刺地回答说，人们不会带着一个巨大的单身标志到处走，但他脑中刚刚爆发的想法打断了他。在一个经典的 Eureka 时刻，马克冲回他的宿舍，在 The Facebook 上添加了最后一样东西：感情状态以及你是否有兴趣认识男人或女人。有了这个附加功能， The Facebook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准备就绪。2004年2月4日 ，The Facebook 首次上传到网际网路上，仅限于拥有 Harvard.edu 电子邮件并收到邀请的人。这个消息传到了温克尔沃斯兄弟的耳中，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马克竟然偷了他们的想法，并欺骗他们以争取时间，让他的社群网络提前发布。但没有人关心，甚至马克也不在乎，因为 Facebook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 Facebook 的第1个版本中，你只能查看你的个人资料和他人的个人资料。不久之后，他们实施了新闻提要 Newsfeed， 但目前来说，奇怪的是既没有照片，也没有赞。即便如此，他在几天内就注册了超过650人，在短短2周内，这个数字飙升到4000人。考虑到这是2004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是什么让 Facebook 如此特别呢？ Now, millions of students use the Facebook.com to list not only their pictures and hobbies, but as a virtual community.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社群网络这个词，但事实是，当时这个词甚至不常用。那是因为在 Facebook 之前的社群网络，给人的感觉并不像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所在的地方。大多数接近社群网络的东西都允许匿名，你可以使用任何名称或个人资料照片，都不会有问题。此外，它们更像是一个供有点奇怪的人分享知识或谈论特定主题的论坛。Facebook 从一开始就强制你使用你的姓名和姓氏注册，因为最初你必须使用你的哈佛电子邮件，这提供了你正在与那个人交谈的安全感和确定性。
此外，那些加入 Facebook 早期阶段的人，都是你在学校里每天都会见到的人，这本身就培养了一个更积极、更令人满意的社群。马克在当年的会议上举了一个有趣但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的例子。他提到，在其他社群网络中，他们不得不雇佣员工来审核发文，因为由于账户是匿名的，没有人会在乎上传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个人声誉需要维护。相比之下，在 Facebook 上很少会发布这样的内容，因为它不是匿名的，所以用户必须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行事。Facebook 是最早的平台之一，人们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展示真实的自己。为什么？因为只有你接受的人才能看到你的个人资料。隐私选项清晰灵活，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资讯。此外 ，Facebook 非常容易使用，这使得那些以前对技术不感兴趣的人也能加入。这种简单性、控制权和安全性的结合，是其爆炸性增长的关键部分。马克知道他必须向世界传达一个良好的形象，所以他在报纸上为 FaceMesh 事件道歉，并发誓 Facebook 的隐私是他的第一要务。但可悲的是，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马克公开道歉，特别是关于隐私问题。马克决定开始扩展到史丹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其他国际知名大学。为此，他让他的2位室友克里斯修斯和达斯汀·莫斯科维茨，2位都是经济学学生，加入了公司，前者担任官方发言人，后者担任首席程式设计师。Facebook 在学生中像泡沫一样持续蔓延，到5月底，它已成为一个拥有超过20万用户的社群网络。爱德华多又向公司账户投资了$18,000，美元让 Facebook 在暑假期间搬到加州。之后，在仅仅学习了2年后，马克就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退学了，但这是直到他能够预见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专案的未来时才发生的。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办公室，马克和他的团队选择了加州帕罗奥图的一栋房子，距离史丹佛大学仅几个街区。正如预期的那样，这栋房子完全是一团混乱，他们有游泳池、速食、批发零食，甚至还有一个从烟囱滑到游泳池的滑索。但有些事情引起了警报，爱德华多决定不和马克以及团队一起去帕罗奥图。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确实去了纽约。爱德华多似乎接受了那个职位，是为了专注于自己的专案，并创立了另一家与求职相关的公司。最严重的是，他在未经马克咨询的情况下，在 Facebook 上投放了广告。就在这里，马克认识了西恩·帕克 （Sean Parker）， 他将在合伙人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西恩在帕罗奥图有很多人脉，他很快就安排了一次与彼得·泰尔 （Peter Thiel） 的会面。彼得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矽谷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彼得深信 Facebook 是社群网络的未来，立即投资了$50万，这让马克相信任命西恩·帕克为执行长是一个好主意，尽管他很快就会后悔这个决定。爱德华多绝对不同意这项任命，并冻结了公司的账户。坏消息是，从现在开始，爱德华多对马克登上顶峰的道路来说只是一个障碍。马克找到了将爱德华多踢出公司的方法，而且是以一种爱德华多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方式，当他发现时已经太晚了。不久之后，在2005年，马克面临2起诉讼，一起来自温克尔沃斯兄弟，另一起来自他的老朋友爱德华多。为了给马克的生活增添更多麻烦，西恩·帕克在一场与未成年人的派对上因持有毒品而被捕，他不得不辞去执行长一职。Winklevoss twins lost another round in their fight against Facebook. The two brothers claim Mark Zuckerberg stole the idea for Facebook. 最终，诉讼以温克尔沃斯兄弟获得$6500万的和解金告终。没有人确切知道爱德华多赢得了多少，因为直到今天这都不是公开资讯。我们所知道的是，爱德华多·萨维林现在是巴西首富，也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尽管花费了这么多金钱和时间在诉讼上，但没有什么能阻止 Facebook。
2005年12月，在推出不到2年的时间里 ，Facebook 拥有了600万注册用户，投资者排队等着与创办人握手。在用户体验方面，他们也没有停止进步。新的功能如照片和影片被添加，使页面在视觉上更有趣。之后添加了赞按钮，让用户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而不仅仅是评论。再后来还添加了不同的心情反应，以表达一个贴文给你的感受。这2种刺激似乎成为了普遍认可的新语言。为了让 Facebook 能够继续成长，2007年推出了 Facebook Platform， 这是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和服务，用于在 Facebook 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式。Facebook Platform 甚至让马克个人受益，当时他回答了一个别人创建的关于色盲的小测验，意识到他确实是色盲，几乎看不到红色或绿色。他本人在采访中证实，他选择了蓝色，因为这是他能看到最多的颜色，这也是 Facebook 颜色是蓝色的原因之一。有了所有这些变化和工具，马克和他的团队逐渐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平台。但从这一点开始，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因为最初一个无害的社群网络，最终将变成一种政治武器。Facebook 的公开使命是让世界更开放和互联，但它的真正价值远远超出了社交互动。Facebook 会记录并历史化我们在平台上所做的一切，每一次点击、评论、发文或反应都变成了储存的数据，这实际上是他们业务的核心。问题是，这种储存、保护和使用资讯的做法，最终超出了优秀的马克的控制。所以，第一点是 Facebook 如何收集我们的数据。它来自于你在平台内所做的一切，你给的赞，你写的评论，你分享的发文，你添加的朋友，你访问的页面，甚至是你花时间查看某种类型内容的时间。即使你没有直接使用 Facebook， 如果你访问的网站或应用程式集成了平台工具，例如分享按钮，它也可以继续记录你的活动。所有这些资讯都变成了数千个关于你的独立数据点。为了组织和连接所有这些资讯， Facebook 使用了一个名为社会图谱 Social Graph 的工具。这个图谱就像一个巨大的地图，将每个用户与他们的联系网络、兴趣、行为和连结联系起来。通过社会图谱，平台可以了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与他们消费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一旦 Facebook 组织好你的数据点，它的演算法就会将它们与数百万其他个人资料进行比较，并从该分析中推断出一些你可能没有直接表达过的事情，从你的政治兴趣或个性到你是否正在经历分手，是否正在考虑搬家，或者是否可能怀孕，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系统推断出来的，而不是仅仅基于你的言行。第二点，为什么你的数据如此有价值？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广告，通过你的数据可以构建一个关于你如此精确的地图，以至于目标已成为向人们提供超专业化的广告。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就在这里事情变得更加黑暗，并形成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公司。它将自己定义为一家行为修正机构，他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实现了这一点：行为心理学加大数据加定向参与等于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一切都始于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科根 Alexander Kogan 的研究员，他创建了一个名为 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 的应用程式，它被呈现为一个有趣的性格测试。大约有27万人进行了测试，并授权该应用程式存取他们的数据、位置、赞等以及他们朋友的数据，但这些朋友并不知情，也没有给予同意。这就是 Facebook 隐私政策中的一个法律漏洞被发现和利用的地方。由于当时 Facebook 的政策和其安全漏洞，这个应用程式得以收集多达5000万用户的数据。随后，科根将这些数据出售给了剑桥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使用了这5000万人的数据，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让唐纳·川普赢得选举。基于所有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剑桥分析公司建立了一个模型，提取数据点来预测美国每个成年人的个性，以及个性如何影响行为，而行为又如何影响投票。
他们能够向特定的群体发送高度个人化的数位内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所谓的可说服者 persuadables， 即那些仍在犹豫要投给谁，因此可以被影响的人。他们遍布全国，但最重要的分布在关键的摇摆州。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些人的？团队为每个人设计了特定的内容，他们用他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平台上的影片、部落格、文章、网站和广告轰炸他们，一切都是量身定做的。他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如何思考的，你在担心什么，因此你需要什么样的讯息才能说服你投票给川普。由于没有其他人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没有人可以质疑或反驳它。这就像一个回旋镖，你将你的数据发给我们，我们处理它们，然后以个人化讯息的形式将它们孩子你，以改变你的行位。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We need somebody that literally will take this country and make it great again. We can do that. And 唐纳·川普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2016年的选举。如果你认为这是运气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剑桥分析公司报告了在其他国家数十个类似的成功竞选活动。最明显的案例之一是千里达岛，那里有2个主要政党，一个吸引非洲裔加勒比选民，另一个吸引印度裔选民。剑桥分析公司为印度裔政党工作，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策略，让人们不投票。他们专注于年轻人，了解他们的本性，发起了一场将冷漠推广为叛逆的政治运动。他们创建了一个非政治运动，口号是去做吧 ，do so， 实际上意思是什么都不要做，也就是不要投票。他们将他们的受众区隔机器鹰，用于被归类为可影响的人，让数千名非洲裔加勒比和印度裔年轻人相信不投票是很酷的。但这个宏伟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发生在选举日。年轻人确实不想投票，但由于家庭组织方式不同，大多数非洲裔加勒比年轻人没有投票，但在母亲们的压力下，印度裔年轻人却去投票了。这场竞选活动利用了家庭动态中的文化差异，正因为如此，印度裔候选人以微弱的票数赢得了选举。Thank God for the guidance that has brought us here to this victory. Thank you. Thank you, God. 所以可以说，许多这些选举背后的策划者不是 Facebook， 而是剑桥分析公司。但如果 Facebook 有一个良好的数据保护系统，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由于这场丑闻，马克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他被传唤到国会作证，这成为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听证会之一。马克与他的律师一起准备，排练了最困难的问题和最严厉的指控。这很明显，这个马克很平静，很冷静，他所说的一切都合乎情理，他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完美的答案。是的，他道歉了，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他承认他的错误和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司之一的领导者的责任。但马克在这里的目标是说服参议员。这一切的超级反派是亚历山大·科根，并竭尽全力阻止政府颁布任何可能影响现状的法律。因此，马克为储存数据和追踪用户活动的做法辩护，称其为 Facebook 努力履行其连接世界这一重要使命的另一种方式。但参议员迪克·德宾 Dick Durbin 问了马克几个有说服力的问题。祖克柏先生，您会告诉我们您昨晚入住的酒店吗？您会告诉我们您最近通过简讯交谈的10个人的名字吗？马克回答了显而易见的不。听证会本身对马克来说并不是一场灾难，大多数问题都非常容易回答或回避，因为许多参议员对事实、Facebook 的运作以及整个技术行业似乎都很无知。 Are you willing to change your business model in the interest of protecting individual privacy? Congresswoman, have made and are continuing to make change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No, data are you that- willing to change your business model in the interest of protecting individual privacy? Congresswoman, I'm not sure what that means.
剑桥分析公司丑闻后，马克·祖克柏和 Facebook 的形象受到了损害，许多人开始将他们视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和一家公司为了赚钱不惜将你的资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观看参议院听证会的影片时，我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大多数立法者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我注意到这个场景似乎是一种比喻，马克代表住快速且无情无义的技术世界，而参议员代表住缓慢的法律，试图规范一个已经失控的环境。需要澄清的是，剑桥分析公司唯一真正违法的行为是违反了 Facebook 的数据保护规定，但除此之外，他们后来用这些数据所做的一切区隔、剖析、影响都是完全合法的。同样地 ，Facebook 没有出售资讯，但它确实犯了安全漏洞的错误。然而，收集和出售这些数据也不是非法的，只要你接受了那些没人会读的规则和政策。我不认为马克或剑桥分析公司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只是在资本逻辑下做了任何公司都会做的事情，最大化利润。由于法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新的问题，做出反应并立法，这些空白就产生了。公司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空白，而且只要没有法律禁止或监管，他们就会一直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问题可能不在于参与者，而在于游戏规则。我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参议院的这一切之后，马克身上的疑点变得更加严重，怀疑他是一种奇怪的实体，试图让世界相信他是人类。就马克而言，他的肢体语言、彩排过的回答以及难以理解某些动态，让许多人认为他身上有非常黑暗的东西。但我认为有一个更人性化、更可能的解释，马克·祖克柏可能在高功能自闭症谱系内，除了他的一些同事声称之外，没有任何官方证实。一些特质，例如他难以自发表达情绪，他紧张的身体姿势，他极度受控的说话方式，他在公共场合的社交笨拙，以及他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思维，都与在自闭症谱系内的人身上常见的观察结果相符。此外，从小他就被认为是程式设计方面的天才，并且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定程度的痴迷，以至于可以花数周的时间沉浸在专案中。我重申，这不是一个诊断，而是一个假设，如果属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不仅仅是他如何行动，还有为什么他有时与我们对有魅力领导者的传统形象格格不入。撇开隐私侵犯不谈，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 Facebook 以10亿美元收购了 Instagram。 Facebook posted a $1 billion status update Monday. The social media king will pay $1 billion to buy Instagram. 以190亿美元收购了 WhatsApp。 Facebook, with a growing frenzy about the company's plans to finally go public to sell shares. 并且还将 Facebook 公司公开上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Facebook 的价值在一夜之间增长到1040亿美元。有了这笔钱，马克就更有底气举办婚礼了。所以第二天，马克与他在哈佛时期认识的女友普利希拉陈结婚，他也成为一个更具媒体曝光度的人物。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并无可挽回地侵蚀了公众对公司和马克的信任。这一切对公司造成的最痛苦的后果，尽管不一定是对马克个人，是他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天内损失1000亿美元的公司。这家公司需要一个小的调整，将公司名称改为 Meta。 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starting today, our company is now Meta. Our mission remains the same. It's still abou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网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家开发植根于人类联系的技术的公司，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以20亿美元收购了 Oculus VR 现称 Reality Labs。这是一家致力于创建虚拟实境和扩增实境设备的公司。之后，他创建了元宇宙 Metaverse， 但效果不佳。再后来，他创建了 Meta 和 Ray-Ban 眼镜，将你的视觉与相机和一个名为 Llama 的人工智慧助理结合起来。
马克·祖克柏无疑是少数几个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之一。我不说这对世界是好是坏，但毫无疑问，在社群网络的历史以及我们互动方式上 ，Facebook 是一个分水岭。它的创造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并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动态。我们也必须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 ，Facebook 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个，没有其他公司在前面指路，没有现成的蓝图。他们就是那条路，正如任何先驱者一样，前进也意味着犯错。马克回答说，我关心连接所有人。他继续说，我认为当社群连接良好时，他们可以引导他们的精力去做伟大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基础设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走一步，即使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利可图，是否有意义，是否是一件好事，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做了，因为我们非常关心。最后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马克让它听起来很诗意，但事实是，社群网络确实将我们连接起来，但不一定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仍然是人类。我们是深刻的社会性动物，尽管通过讯息聊天，与朋友在 TikTok 上保持连续记录，或玩英雄联盟时，通话可能会让人感觉亲近，但这似乎无法取代真实的人类接触。所以，如果你忘记了，请记住你的朋友也有身体，所以出去和他们一起做任何事情。因为无论存在多少通知、网络或演算法，都没有什么能取代与你所珍视的人一起欢笑的温暖，一段舒适的沉默，或一个也能触及灵魂的拥抱。我们是人类，最终真正支撑我们的就是爱。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觉得有兴趣，请帮我按个赞，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更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影片。